Apogee Duet 巴掌声卡鼻祖，优雅超薄 DSP 效果器，音质好，贵。除了贵呢，它的机身只有一个耳机输出，想要连接话筒或者音箱呢，就必须用它原厂的这个小辫子，很凌乱啊，不优雅。而且这个小辫子特别容易坏，就我们这个就再买一条的话呀，你可以购买扩展盒来取代小辫子，但是Duet现在竞品只有 Babyface Pro， 它不用小辫子，但是音质略差，而且更贵，是反向平替。其实10年前 Moto Echo 公司都出过巴掌声卡，外观音质也不错，价格比 Duet 略微便宜，但后来都停产了。可见啊，比 Duet 便宜一点是不能打败它的，除非你便宜一半，不到2000人民币。今天市面上终于又来了一块巴掌声卡，我们要看一下它能不能成为1000元级的首块 Duet 平替。另外呢，今天整个视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声卡进行录制。很多朋友听说过莱威特话筒，注意它念 Levitt 不是 Levitt。公司成立于2009年，创始人喜欢泡茶，维也纳总部也安置了一套红木家具和茶具，听说具有华人的投资背景，但细节我们也不太清楚啊。公司做了10几年话筒，去年首次跨界推出声卡 Connect 6，长得比较凹凸有致，但我们也没有用过。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它第2款声卡 Connect 2，我们先开箱看一下。包装不大，认准外观上的总代理标识，上海我查一下，这个字念营万，避免买到水货不能保修啊。那拆开包装之后呢，还有全密封的一次性包装，这个很值得点赞，因为今年雨水特别多嘛，很多城市都发霉了。密封包装可以确保从中国工厂到品牌商到总代理到经销商再到你手里，这个过程都不会发霉。继续打开包装，贴纸、简单说明书、注册卡，官网注册之后是附赠 Cubase L1 还有手机平板用的 Cubasis L1， 然后是 C 对 C 的 USB 线和一个转接头，这个转接头很容易丢啊。这里要安利一下我们超 EXL 的 C 对 C USB 编织线，转接头绝对不丢。外观上其实 Duet 和 Connect 2是刚好相反的， Duet 3是光滑的一个钢化玻璃面板， Connect 2是金属工艺的磨砂面板，比较亲肤，那冬天摸起来它也不冷，但应该是不太防剐蹭。另外就是不要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暴晒。重量方面，虽然两者看起来差不多，都是300多克，但考虑到 Duet 大概率要加上小辫子，那 Connect 2的便携性是更有优势的。Connect 2的长和宽跟 Duet 3几乎一样，但看起来比 Duet 3薄很多，因为 Duet 不算大旋钮的话，机身厚度是 1.6 厘米，那 Connect 2是异形设计，但最薄的地方只有不到1厘米。我突然有个奇怪的想法，Connect 2还抛弃了之前巴掌声卡的大旋钮设计啊，改为触摸环，你可以说丧失了一点操纵感，但好处是防水啊，因为音乐人的桌面都很乱嘛，经常喝什么咖啡奶茶，一不小心注意，如果进水的话属于人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谨慎起见，我们这里说的防水只是操作面板防水，背面接口当然是不防水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声卡扔到水里测试。由于集成了音频接口呢， Connect 2的后边会突出一块，这破坏了整体的美感，但好处是它不用小辫子了。其实 Duet 3如果加上它的扩展盒，跟 Connect 2的体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那背部的接口呢，包括一个话筒输入、电容话筒的48伏开关、乐器输入、左右音箱输出，这2个都是专业的平衡接口输出，还有大小耳机输出。我们试了一下，这2个耳机是可以同时出声的。插上电源，如果不安装驱动呢 Windows 是看不到这块声卡的，但苹果系统不装驱动也可以，只是不装驱动会少很多功能。要下载驱动呢，官网是有中文界面的，还有详细的中文在线说明书。装好驱动之后，第一次打开软件调音台，可能要升级一下固件，因为新上市的声卡通常更新会比较频繁。那升级之后再打开，会有一个引导小教程，它这里的文字跟随系统的，如果你用中文系统就会显示中文界面，所有的操作都是软硬同步的，我们直接操作硬件面板，那软件调音台也会相应同步，这个 Duet 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调节吉他，
我们就点击左侧的吉他小标，中间有个触摸环，就是吉他的增益。留意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绿色小灯提醒你旋钮的位置，还可以静音。然后我们切换到话筒，切换到音箱、耳机，都是同样的操作。触摸环的旁边还有一圈电瓶灯，而且有过载提示。那过载的时候会显示成橙色小灯。我们现在由于开启了防爆音功能，所以它是不会爆音的。那触摸环的中央还有一个小 A 的图标，这其实是 Connect 2的一个主要亮点，自动增益。不过现在我们这个功能有点问题，好像可能是我没设置好。我们点击它是没有弹出相关的界面的。理论上它是弹出这个增益旋钮左下角的这个小 A 的图标。我们点击它就会弹出一个界面，这个时候我们正常讲话或者唱歌10秒钟，那系统就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一个增益值，就相当于预录了。那自动增益完了之后，你如果觉得不合适，你也可以再手动再调。这2年很多新上市的声卡其实都加入了这种自动增益的功能，但 Louis 更进一步的，它除了有自动增益，它还有 Auto Set 自动设置。那除了增益，它可以帮你设置所有的输入参数。我们点击一下左上角的自动设置小按钮，那系统会问你要录什么类型，要不要开4耳符，要不要开低切。那购买1000元声卡的大概率会是初学者，谁知道什么叫低切呢？那它上面也有相对应的文字解释。然后就是刚才看到的自动增益，我们再来一遍。那值得一提啊，就是 Connect 2的增益话放的增益是非常恐怖的，72 dB， 截止到今年初它还是1000元级的最大推力。如果它推不动的话筒，这个价位就没有声卡能推动了。设置完增益还有3种音色选择，要不要压缩，要不要降噪，要不要防爆音。好，弹出一个总结的界面，这就是你刚才的7项设置完成。没设置好没关系，因为后期也可以手动调整的。刚才我们看到的3种音色，那这其实是一键的 EQ 均衡器。那清晰档位就是不调节，所以很清晰。然后另外2个档位呢，根据我们的测试呢，温暖档位会对1000赫兹以下做 1.4 dB 的低频提升，1000赫兹以上是衰减 1.4 dB， 那这就给人声增加了一点厚度，但是它的幅度是很轻微的，所以效果也比较自然。那灵动档位呢，它会对3000赫兹以下的频段衰减1个 dB， 但是3000赫兹以上的频段是增加3 dB， 这个幅度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它是会让人声的齿音还有空气感是增强的。我们在录制多乐器流行歌的时候，人声通常可能会被乐器掩盖，我让你听歌听不见。用了灵动这一档位呢，就可以让你的人声或者乐器更加突出。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降噪。我没想到它是很高级的采样降噪，它会先录制5秒钟的纯噪音，然后反向叠加到原声里边，那来达到降噪的目的。我现在先把空调开到最大风，能听到这个底噪吗？这个底噪应该是不能录音的。然后我们不说话，录制5秒钟的纯噪音。好了，大家听一下跟刚才有没有区别。这个时候空调是没有关的哦。那如果你用手机听的不明显的，我们也会把波形放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深入的设置里边还有一些挺有趣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将音量控制影射到，默认是影射到耳机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电脑键盘的快捷键来控制 Connect 2的音量，你也可以设置成音箱。这样做的好处呢，可以将声卡专注于调节输入的音量，不用来回的操作声卡硬件面板。然后增益锁定，下面有行小字，防止外部软件改变你的增益。现在主流工作站都内置了增益控制，比如说 Logic 通道条顶部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增益调节，可以联动 Connect 2的声卡的软件，在 Logic 里边调节声卡话放的增益。那如果开启了这个锁定呢，在 Logic 里边就怎么调都没有用了。然后将输入
回放混音发送到音箱。这个功能影响的是软件调音台面板右侧的大旋钮，对应硬件面板最右侧的小图标，它是用来调节物理输入和电脑输出的监听比例。默认设置是只针对耳机，物理输入并不会发送到音箱，避免了初学者很容易导致的消叫问题。如果开启了这个钮，你就能将物理输入发送到音箱。初学者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开，除非你将声卡用于扩声或者卡拉 OK。高阻抗耳机模式和高音量音箱模式可以给耳机和音箱增加10 dB 的音量。大声发！那根据我们后面的拆解呢，这是通过一块增压芯片来实现的，不是其他声卡玩的软件放大。那留意一下，官方的耳机推力参数是正9 dBu， 这个推力是在开启了高阻耳机模式下才实现的。但这其实只是业内平均水平嘛。这个推力我们通常是建议大家搭配阻抗在100欧姆以内的耳机。手机直播模式，手机 App 1700怪，有些 App 只认1通道输入，那你就录不了吉他；有些 App 认1、2通道，但分布在左右。如果你只有一只话筒，就只有左边有声。那这时候我们打开这个手机直播模式，1、2通道就混合在一起，均匀分布到1、2通道。那无论什么 App 你都能录到居中的人声加吉他。Mac 直播模式， Mac 的原始内录通道是3、4输入，但很多网络平台用浏览器打开时是不能选输入的，默认是1、2。有了这个 Mac OS 直播模式呢，那1、2输入就会变成 Low Back 通道内录通道，3、4才是话筒和乐器输入。好，在下面还有 LED 灯光的一个设置，我是懒得改了，亮度还挺实用的，白天可以调亮一点，晚上调暗一点。还有个实用的是自定义按键，就是声卡面板左下角的这个按键，默认它会显示软件调音台，这样工作的时候就不用鼠标来切换了，点一下就弹出软件调音台，但是再点一下它关闭不了啊。那如果用不上呢，你也可以设置成其他功能，比如切换话筒音色呀，专业混音用得上的降低输出音量 DIM， 还有 Mono 单声道功能，你还可以用它来切换 LED 的亮度。拆解环节，撕开底部的防滑胶垫就能看到螺丝，那电路板还是挺漂亮的，和底外一样是黑色底板，有很多昂贵的黄色坦电容。那2块电路板，一块是触摸控制，另一块是音频和 DSP。运放有2片 LM149-721和2片5532，电路板反过来有2片 RT9068稳压芯片，12105小变压器 ，Codec 来自4619。输入动态106 dB， 输出108 dB。实测性能，在 Logic 里边跑40千赫兹采样率32 buffer 是 7.9 毫秒的总延迟，和主流大厂是一致的。那留意 DualS 3会比主流略低1毫秒，这可能是因为它的 DSP 效果器运算量较大的缘故。我们将 Connect 2输出到码头 MK5 的输入，用 ARM-AA 测试 Connect 2的输出音质。默认电平下 Connect 2的输出电平和 MK5 的输入有15 dB 的差距，所以要将 MK5 的增益开15 dB 进行弥补，这样测试的动态是104 dB。如果开启高音量输出模式， Connect 2的输出和 MK5 的输入只有5 dB 的差距，因此 MK5 只需开5 dB 增益进行弥补，这时候动态将近108 dB， 音量增加了10 dB， 但动态只增加了4 dB， 说明底噪也增加了6 dB。 我们再测试一下同等条件的 DualS 3，它的输出电平和 MK5 的输入只相差1个 dB， 但毕竟要同等条件嘛，所以我们将 DualS 3的输出衰减4 dB， 这样 MK5 的增益就可以开到5 dB 了。这时 DualS 3的输出动态是114 dB， 但是如果我们将 DualS 3衰减14 dB， 让 MK5 的增益开到正15 dB， 这时 DualS 3只有105 dB， 只比同等电平的 Connect 2高了1个 dB。由于现在有源音箱的推力都很大，像我平时使用 DualS 连接真力的音箱，一般音量都是在负30 dB 以下。在这种日常的小音量下， Connect 2的动态范围和 DualS 3是差不多的。更有意思的是输入测试，这次我们将 MK5 输入到 Connect 2的话筒输入进行测试，结果是118 dB， 有点难以置信，不过这确实和官方参数是吻合的。之前的拆解我们看到 Connect 2的 Codec 芯片只有106 dB， 它是怎么做到118 dB 的呢？
一种可能是话筒接口金属屏蔽壳里还有芯片，因为它焊死了，我们没法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设计空间和成本都不够。另一种可能 AK4619 是4进4出的芯片，但 Connect 2只有2路模拟输入，因此它可能是将输入信号做了1分2，然后分别过2路电平不一样的 AD 再结合起来。这是今年的一种新玩法，因此市面上的产品屈指可数。我们知道 Rode NT15代和纽曼 NT48的声卡都是用了这种技术，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总结一下，那这几年很多厂商都在跨界推出声卡，我们也评测过其中的一些。那通常这些厂商会跟主流的声卡设计有一些区别，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要么外观不好看啦，功能差一点呢，性能差一点呢，易用性不够，音质差一点，或者是价格贵一点。所以 Louis 让我最意外的就是它的成熟度，1000元的价位它几乎是没有硬伤，还有很多小细节和创意，那包括自动设置啊，72 dB 的增益啊，全触摸操作，防水键机身， DSP 效果器，双耳机输出。当然受限于价位和时间，那它会有一些局限，比如说它没有便携包，DeWalt是有这个便携包的。金属工艺我们说过是很容易刮花的嘛，所以还是有个包包会好一点。另外就是没有移动端的 App， 我觉得 Louis 是正在开发，这只是时间问题。还有双画放的需求，我觉得 Connect 2和 Connect 6之间是不是可能会有一款 Connect 4呢？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等等看。那最后我们也把某宝上的单画放声卡也都列出来横评一下，有一半的型号在叉叉网是有详细评测的，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下。那1000元级这个价位呢，其实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局限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好了，今天的评测到此为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再见。